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，又到了吃粽子的节日了。今天分享一个粽子的新吃法，不用粽叶，不用糯米，出乎软糯香甜，比传统粽子还要好吃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几个玉米，我这里一共准备了4个，大约是3斤左右。我们在购买玉米的时候一定要连壳一起购买，因为我们今天需要玉米壳和玉米粒。我们先把玉米处理一下，把玉米放到案板上，用刀把两头去掉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再把玉米壳一张一张的剥下来。我们在剥玉米壳的时候，动作一定要温柔一些，不要把玉米壳弄破了，因为玉米壳等一下我们要用。剥好的玉米壳先放一旁，再把剥好的玉米上的玉米烯给它处理干净。全部处理干净以后，把玉米放入大盆中，豆上的清水没过玉米，把玉米清洗一下，把玉米表面的玉米须给它清洗掉。清洗干净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加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玉米叶放入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。因为玉米叶表面有许多的杂质和灰尘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玉米叶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来看看泡玉米叶的水已经变浑浊了许多，表面漂浮着很多黑色的杂质。现在再把玉米叶好好的清洗一下，一张一张的清洗，把表面的杂质给它搓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我们再来处理玉米，准备一个刮丝器，把玉米放到刮丝器上，给它刮成玉米糊。很多朋友就好奇了，玉米我们不用一粒一粒的剥下来，用料理机打碎吗？用料理机打的太细腻了，那样口感不好。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美食呢，玉米要粗一些，吃着口感会更好。全部刮好后，4个玉米就刮了1半碗。接着往里边加入4颗酵母，加入酵母会让口感更加蓬松，会更好吃。再加入20克白糖，糖我们可以少放一些，因为这个玉米本身就是甜的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加入150克糯米粉，加入2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加糯米粉做出来的美食，它的口感会更加的软糯，但是不要全加糯米粉，还要加一点面粉，这样口感会劲道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就可以，搅拌至没有干粉颗粒的面糊就可以了。再盖上盖子放一旁醒发半个小时，趁这个时间准备30克红枣，再加入30克葡萄干，倒入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食用碱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粒红枣和葡萄干都裹上一层食用碱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会藏着许多肉眼看不到的灰尘和杂质，而这些杂质呢，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和食用碱呢，食用碱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得更加干净。随便抓洗几下，这个水就变浑浊了许多。在豆上的清水没过红枣，再给它好好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还有食用碱清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
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剪刀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面糊醒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起很多的小泡泡。用筷子搅拌搅拌，拍拍气，搅匀后，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放进来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找出几张比较窄一点的玉米叶，给它撕成一小溜一小溜的，撕小呢方便下一步操作。这个玉米叶一定要选择小的那种，千万不要用宽的。宽的呢我们等一下留着用，也不用撕得太小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全部撕好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取出一张宽一点的玉米叶，用剪刀把两头稍微修剪一下，剪好后再把玉米叶平铺到面板上，再放上刚做好的面糊，放上一勺就可以，面糊不要放太多，然后选择一边给它折过来，再把两边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把玉米糊包裹住，不要让玉米糊流出来，然后再整理一下上面的玉米叶，给它堆积到一起，然后把撕好的玉米叶取出来，先转着圈的绑两圈，再把收口处给它系紧实了，再把多余的用剪刀剪掉，像这样一个三角粽就做好了。它的造型呢，有点像粽子的造型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剩下的面糊用同样的方法，用玉米叶给它包完，包好后准备一个蒸屉，把包好的玉米粽一个一个的放到蒸屉上，挨得紧一些也没关系的。全部放好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，时间到，关火焖2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玉米的香甜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玉米粽就做好了，每一个造型都非常可爱，真的很像粽子。放置不烫手的时候，打开一个看看。玉米的香味和红枣的香味扑鼻而来，它的形状呢也是三角形的，跟粽子很像，吃起来口感软糯香甜，加了红枣和葡萄干，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，加了酵母，口感也比较蓬松。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字，玉米三角粽，吃上一口又香又甜，比传统粽子做法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关注我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